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刚刚看到朋友圈一位摄影师朋友分享说呢，他其实一直摄影，然后呢在朋友圈上会发一些他拍的照片。然后呢微信上一个朋友问他说，我明年结婚，看你经常发一些很美的照片，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然后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位摄影师啊？然后呢我们那位摄影师朋友非常哭笑不得，因为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然后他的姐姐是我们在西雅图的一个老朋友了，他就说啊，其实呢妹妹你看，你是自由摄影师，也就是说你的主业是自由，而你的副业才是摄影师。其实大家的工作，不管是做工程师、设计师，还是做销售任何的工作，你都可以想，你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比如说自由程序员、自由工程师，你的主业是自由。其实究竟什么是自由呢？以前会认为自由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如说龙虾自由，有吃不完的龙虾；螃蟹自由，金钱自由。其实呢，这些当我们真正获得了足够多的龙虾、足够多的金钱以后，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之前看到一段文字说，明朝那些事儿中有一句话，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相比，其实都算不了什么。这件事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整个明朝，无论朱元璋、朱由检还是张居正、王阳明这些人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他们或许在政治上，或许在思想上占据了巅峰，比拟一切。可是他们在漫漫人生真的快乐吗？至少徐霞客是快乐的。当同朝的其他人在执着着富贵与功名时，徐霞客却坐在了黄山的峰顶，听到了雪融化的声音。所以人们往往会在基于冲动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挂上一个这是自由的标签。但其实呢，自由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能够随心所欲的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决定哪些事情我们不想做的，不去做它，不去参与它。并且我们也领悟到，其实真正的成功、自由是可以在对自己当下的状态非常的平和满足的基础上，可以承认其他人的任何一种成功，可以平和的去欣赏、去祝福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形式上的成功，无论是在财富、金钱、体验、家庭关系、情感、人生经历等等等等。政治上也是，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成功都是一种成功。那就想到了，怎么样可以获得自由呢？其实可以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觉知，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观察自己，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因为我们如果以参与者的身份去过我们的生活，代入感太强，总觉得患得患失，觉得赚到了钱很高兴，丢失了钱就觉得很心痛。其实呢，如果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我们就是在观察这个人，就是你当前你的名字，这个人的一生，就像看电影一样，看他从出生到老去到死亡，看他的一生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喜怒哀乐。其实这种时候呢，我们的那种执念，这种牵挂感就会少很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当我们能够进入观察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的观察到自己的有时候会有贪念，有时候情绪会不好，有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有时候看着人生就像是大家都见过仓鼠在笼子里面围着圈跑，在那猛力的跑。其实呢，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作为人类来看，这个仓鼠根本就没有移动。其实很多的人的生活也是这样，每天上班下班，他的生活看似很忙碌，其实呢就像仓鼠在踩轮子一样，根本就没有动。那我们从觉知者，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活，首先可以观察到什么时候比如说有贪念，什么时候想要去拥有的更多，永远不满足，总是有一种这种匮乏感的感觉，没有办法去真正欣赏和享受自己所已经拥有的东西，拥有的关系，拥有的家庭，拥有的一切，而是不断的去向外去寻找更多。其实观察到比如说贪念或者是一种不好的情绪，愤怒的时候，这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先认可它，说我当下这是有了贪婪的欲望，我当下有了愤怒或者有了焦虑的这种感觉，其实可以继续做你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但是呢，当你能够在那一刻
觉察到你有了贪念，有了一种执着，有了对其他人控制的欲望，不管是对你的夫妻之间，还是对孩子有了这种控制上的欲望，都是可以先觉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思考了。很多人有贪念，或许是因为曾经的家庭非常的贫穷，对于物质有很强的占有欲，因为害怕贫穷，害怕吃不上饭，害怕拥有的不够多，或者曾经被夺走了很多，所以呢，要不断的拥有更多，所来增强内心的这种安全感。有的人为什么爱发脾气，也许也是因为童年的经历，原生家庭的经历，曾经被人用感情的方式去进行控制，所谓的被 PUA。这个时候在长大成年以后，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使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人。那当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处于的状态的时候，能够觉察到觉知的时候，这就非常成功的完成了第一步。我们之后就可以思考，当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在这么做，也许也有很多人追求财富是害怕死亡，因为一位心理学家分析到呀，人类对于财富的欲望来自于不想死。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啊，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以延长寿命，这也是硅谷很多富豪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些生物科技，希望自己长寿，对吧？那也是，或者是呢，用钱可以来买更好的医疗服务，或者来延年益寿。其实呢，往往忘记了，与其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活得更久，还不如在此时此刻当下，更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财富积累的角度也是这样，最初级的可能就是从用体力去获得财富。十几岁的时候打工，不管在餐馆、在图书馆，还是做一些发传单这些工作，都是在用体力来换取钱。再之后呢，可能上了大学，记住了一些知识，然后开始用大脑赚钱。这肯定用大脑赚钱比用体力赚钱好很多。但是呢，用大脑赚钱，第一步是用记住了很多知识，记住了很多如何操作这些，比如说工程软件，如何操纵这些记账的软件，然后来做一些所谓的职业专业的工作。那这是用大脑赚钱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用思考，用思想力来赚钱，可以想到更好的商业模式，可以想到用户更多的痛点，真正的需求，甚至能创造出需求。那这些都是商业技能上更高阶一些的技能，用大脑是用来思考，而不是用来去记忆。其实一位美国的教育学家就说，高等教育的意义就是在你完成了高等教育之后，你可以忘记所学的这些具体的知识、具体的技能，因为你的大脑掌握了思考的能力，能够发现需求、寻找需求，能够想出解决方案，能够创造出解决方案来。那这个时候呢，随着用时间换钱的能力越来越强，自己的工资越来越高，那拿到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一种选择就是消费，买越来越多的东西。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去投资。之所谓规划金钱，就是规划人生的自由度。因为金钱其实最大的红利就是让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时间，而掌控自己的时间，我们曾经在巴厘岛有一位本地的姑娘聊天，她就是说他们家里的一个家训就是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的人生就是可以自由的支配、自由的掌控自己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消费呢，是一个获得短暂快乐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它是为什么说短暂呢？就是因为你消费的时候是快乐的，拥有的时候是快乐的，但是呢，也带来很多的烦恼。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也经历过买了很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住的房子、度假房，山上的度假房、游泳池的度假房、看海的度假房，然后呢，有葡萄藤的度假房。每一栋房子呀，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车也是，从电动车到汽油车，从4驱车到2驱车，4个轮的、2个轮的，能变成房子的车，还有开得快的法拉利跑车，这些都尝试过。其实会发现呢，拥有的越多，每一件事情，房屋可能会漏水，泳池需要去维护，花园需要去打理，葡萄藤需要去修剪。一个越看上去高级的车，可能换一项离合器可能就要1万多美元。所以呢，会发现拥有的越多，可能烦恼也越多。
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理解到了小时候的以为拥有是快乐，其实现在随着我们断舍离了以前在湾区的生活，然后呢在全世界流浪，发现不拥有也是快乐，没有烦恼也是快乐，没有病痛也是快乐，没有不想有的东西，这又是一种很平和的快乐。那么从自由的途径上面积累一定程度上的到了财富上的自由，甚至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以后，其实我们可以拿时间进行一件事儿，那就是向内修炼。向内修炼的第一步就是可以获得情绪自由。很多人都会有比如说这种愤怒的情绪，愤怒会有很多的副作用，会带来焦虑，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一些消化问题，高血压，甚至心脏病。那这些愤怒，所谓的愤怒一种定义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对于目前所处的情况，我们的能力无法解决，所以只能用愤怒这种情绪来去表示。一个很形象的形容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就像你手里握着一个烧着非常通红的炭火，你想要等着去砸到对方身上。你的愤怒如果释放出来，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可是呢，在你把烧的通红的木炭握在手里的时候，对你自己也是一种伤害。其实情绪自由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不在意其他人的说法。老子曾经说，如果你在意其他人的想法，那你就会是成为那个人的奴隶。那另外一本书上呢也说，一个真正勇敢的勇士，不是在枪林弹雨中顶着冲锋枪然后冒死冲出去的那个人，而是真正的勇士是不在意其他人说法的那个人。人们在意其他人的说法，往往是在寻求一种对自身的肯定，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不再从自身以外的外界寻求肯定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做自己的主人。我们的向内修炼对于教育孩子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其实对于教育孩子，人们往往说一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远远比父母为他的孩子具体做了哪些事儿更重要。如果你能活成一个自由的人，你的孩子也会理解，原来这样是人生的一种可能性，这样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情绪上的自由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对你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也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就说与其给孩子留100万，不如教给他如何赚得100万。与其给孩子留各种各样的财富，或者送他们去什么什么的学校，不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版本。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孩子的影响那会是非常深远。当我们不断的通过读书，通过提升自己，然后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智慧，这个时候也就可以进行到第3步，可以去觉醒，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一直都会有一种所谓的匮乏感。匮乏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总是不够多，体验的总是不够多，去的地方总是不够多，总是不满足的。你永远都获得不了你真正想要的，即使你以某种形式获得了，你的心里马上就会有一个更想要的东西。这种匮乏感呢，也会让很多人进入到一种所谓的背着金山去乞讨。明明自己已经背上有一座金山，生活非常的有吃有喝，有一个非常温暖，冬天温暖夏天凉爽的环境，可能过去的君王也享受不到的这种生活环境，但是呢依然要去乞讨，获得更多，看着那些自己手里还没有的东西。所以当有了自由的心态以后啊，就像我们这位摄影师朋友说的一样，就是一位佛系摄影师。你也可以成为佛系工程师，佛系的设计师，佛系销售等等。其实说佛系并不是说每天躺在床上吃垃圾食品，佛系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因为在佛系的状态里，你可以去思考你究竟想要的人生是什么，你究竟想做的是什么，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更有创造力，你会做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成绩。哈佛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叫 Daniel Pink， 他写的一本书里叫 Drive， 他就说激励究竟有没有作用。
所谓激励就是比如说奖金啊、考核呀有没有作用啊？它的统计结果呢显示出来，在工厂或者是一类不断需要重复的劳动、重复的行动所产生价值的工种里面，激励可以产生一个线性的回报。但是呢，如果这类的工作是需要创造力，一些更高阶的工作，激励是没有用的，甚至在工作的场所里面使用过多的激励，反而会降低效率，因为人们开始为这个激励的指标开始去优化，开始去所谓的 game the system 去做一些小聪明，反而没有产生真正的创造力。所以当你能够实现佛系的状态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更有创造力的，你的工作也是更有创造力的。当你能够逐渐的觉醒，逐渐的让自己的心态自由的时候啊，你就获得了一种更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可以不断的提升认知，而提升认知呢，又是跨越阶层最重要的一个必要因素。其实缺的不是钱，不是资源，不是人脉，而是你的认知。所以人们也说，你赚不到你的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即使突然有了一笔钱，突然有了一些人脉放在你身边，如果你的认知系统没有升级，这些不是你的钱，暂时赚到的钱，凭运气赚来的钱，还是会凭运气又输回去的。但为什么说大部分人就像是一只踩轮子的仓鼠一样不断的踩呢？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他并不想醒过来，他没有想觉醒，他想的是不断的重复现在的生活，不断的去刷短视频，不断的去吃垃圾食品，他想的是睡得更香，而不是更快的醒过来。也许当你跟身边的人都开始反着做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可能你就更快的能够离开现在所处的圈层。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环球旅行的路上，会记录一些思考，会发一些视频，也会有不管是看我们视频的朋友，还是我们认识一些朋友会说，你应该把视频发到这个平台上，应该发到那个平台上，应该做成这样的视频，更短的视频，更快的视频，你那样你的流量会有更多，会有上百万的流量，会有什么样的分红。其实我会想说，哈哈，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自由的人生。所谓自由的人生，就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获得我内心的满足感，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自由的人生里面，还去在做事情的时候去考虑这件事情可以赚多少钱，可以赚更多的钱，还是甚至去考虑一些外人期待的指标，这些一个视频有多少流量，你画了一幅画被多少人点赞，你拍了一张照片被多少人欣赏，其实你又是在过一种被其他人所控制，也就是其他人的奴隶的一种生活。就像我们之前的一期视频里面聊到的，人生就是一场场不同的游戏，你在这场游戏里面可以去参考一些其他人在打什么游戏，但是呢也不需要照搬，因为最终你可以去定义你自己的游戏。我们在巴厘岛遇到的那位野生大鹅同学也给我很多启发，他也是一位摄影师，然后呢他的摄影师的工作方式是叫做用摄影用照片换故事，他为生命中遇到的一些有缘人去免费的拍照，然后会拍一些也帮我们家拍了一组在沙滩上很美的日落的照片，然后呢来换故事，他可以实现他来做人生故事收集者的这么一个梦想，来去听一听每一位被拍照的人遇到的人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曾经上一段人生的故事是什么，家庭的故事是什么，职业的故事是什么，爱好的故事是什么。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玩的一种游戏。那么人生这款游戏啊，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玩法，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玩法，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去想清楚你的人生的游戏是什么，你的人生就会被别人的游戏所玩，就会成为成就别人的人生游戏的电池柴火。前几天我太太问我，如果我们现在领悟到财富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聊财富？我们回头想一想，其实理论上或许有一种可行的路径，就是我们绕过财富，绕过职场，直接达到人生的一种平静平和的状态。但是呢，这条路上我们在走的职场或者财富这条道路上，我们走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也获得了很多有趣的体验，也丰富了很多的人生。而且正是走了这条路，才意识到
更多的钱并不会让你更快乐，你拥有的更多，有的时候并不如不拥有一些更快乐。所以呢，也是会看到可能看视频的各位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走了一些会发现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继而进一步去实现时间的自由、身体健康的自由、对于情绪上的自由等等，每一个环节，那这就像是修行路上的不同的阶段吧。所以呢，也很感恩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在环球旅行修行的路上跟大家保持连接，然后呢继续聊一聊，我们之后也可以展开聊一聊每个话题。好，下期再见。